现在，科学家又发现，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比电波、光波更了不起，它能毁灭世界，也能拯救宇宙，那就是你我心中的心念。日本江本胜博士经过8年的研究，不断的实验，证明了水是我们心念的一面镜子，证明水不但能读各国文字，也能听各种语言，还能听得懂音乐。2003年8月7日，他在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报告其研究结果，贴上爱字的篆刻标签，水的结晶很美；贴上感恩的标签，水的结晶居然像个心字；贴上阿弥陀佛4字的篆刻，水的结晶最为清晰明亮，而且更妙的是，结晶的中央竟呈现7彩色。贴上妙法莲华经的标签，结晶很像莲花。他让一些孩子做试验，他把自来水瓶摆放在屋子中央，几个孩子手拉住手，围绕着自来水瓶祈祷：水，前进吧。在显微镜的透视下，可以看到水的结晶过程，从支离破碎渐渐变成完美的晶体。孩子们看到水，竟能感应到他们纯洁心灵的呼唤声，天真的脸蛋绽露出惊喜之情。古人说，花能结语，玉能生香。以前以为诗人说梦话，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无情之物并非无情，而是含情脉脉。是故大自然中不止花能结语，玉能生香，顽石点头亦非假。佛在楞严经上早就说过这深奥的道理，宇宙万物皆能见闻觉知，这正是万法唯心造的科学证据，结合了唯物与唯心的思想。西方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过，一切物质都是波动的现象，皆是人们的错觉。宇宙间只有场和物质这2种东西，实际上只有场，物质不过是场里场墙特别高的地方。江本胜博士把1瓶东京自来水留在东京的办公桌上，身处以色列，对数千里外的这瓶水进行虔诚的祈祷。3个小时后，东京的职员通过网路给他传送自来水的结晶变化过程。自来水的结晶由残缺逐渐变成完整的晶体。目睹这奇观，大家莫不啧啧称奇。人们的心波竟能飞越千山万水，横跨季涯，不受任何干扰和阻拦。在古代诗文中，我们许多游子羁旅他乡时，总在夜深不眠的时刻对月怀亲，其亲人往往也能感应到，尤其是其中一方遭遇不测时，感应最显著。这就是所谓心灵感应，又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水不但能读各国文字，也能听各种语言，还能理解各个宗教的祈祷唱诵声。不论是基督教、回教、犹太教、新都教，水的结晶都很漂亮。可以说，水是无人精神能量的传输媒介。感谢、关爱、快乐等正面的心绪会使水分子产生美丽的结晶，反之，仇恨、嫉妒、压力会让水分子的结晶丑陋不堪。这样的水如果日夜饮用，久而久之，势必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细胞、DNA， 最终甚至导致病变。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警惕啊。江本胜博士并非佛教徒，但是他所做的科学研究证明了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真理：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即是说，大至世界，小至微尘，都能随着我们的心性改变。我们起心动念所产生的波动能改变周遭的环境。他的实验
印证了佛在3000年前说的宇宙万物皆能见闻觉知。滴水结晶是无人心念的映照，因此我们的心念是善的，充满爱心的，至诚感恩的。这心念能使我们充满喜悦的生活，也能促使我们周围的环境更美好，心灵净化。敬大地是清泰故乡，推而广之，世界和平将指日可待。反之，若是心怀不善，争名夺利，竞争的结果导致斗争，斗争将演变成战争，世界即毁于一旦。纵观现今世界动荡不安，自然灾害愈加频繁，为解道玄之事，欲整群盟之苦，奉劝世人要以爱心和真诚的心对待一切事、一切人，孰福孰祸，就取决于你我心中的一念。同样的道理，我们一起心、一动念，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嗔心一起，身体会产生毒素，至少3天才能平静。心念的波动，从个人到家庭、社会、世界，甚至到宇宙，莫不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追求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快乐，向往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一切得从自己内心做起。善心、善行是基本要素。水对外面的境界会有感知，微尘、植物、矿物，没有一样没有见闻觉知。当我们以尊敬的心、感恩的心、欢喜的心对待一切众生，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组成都是美好的。如果以嗔恚的心面对外面所有物质世界，它会变得很丑陋。这个道理正是佛经上所讲的境随心转。楞严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一切微尘，因心成体。华严经上讲为心所现，为识所变。所以一切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物质现象是心变的。心有灵知，心所变的当然有灵知。物质与心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一个细胞、一粒微尘都有灵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情众生称作法性。法性与佛性是一个性，所以无情不是没有知觉，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情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法性就是真如本性。法华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情指人和动物，无情指无生命之物。万物，包括情与无情，来源于同一个本体，佛法中称为性、本性、心性、真如等等。所以佛不仅把众生看成是自己，对无情之物也如是。所以佛的爱心是最广泛、最无私、最平等的，称之为同体大悲。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心存善念有助于身心健康。一个乐观的人，因为常常使用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以经常分泌让细胞健康的神经化学物质，因此比较不容易生病。一个悲观而愤世嫉俗的人，他的神经系统不但会让他老是使用负向思考的神经而变得愈来愈悲观，而且在每天愤愤不平的时候，神经细胞又不断地分泌会让细胞凋亡的神经化学物质。所以当人长期处于悲观而愤怒的状态时，可说是在慢性自杀。小时候，父母时常提醒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心存善念，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到长大后，才发现这个说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很幸运的，
心存善念一直是我为人处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科学上已经发现，人在正向、积极的思考与负向、消极思考时所使用的神经系统居然是相反的，而且是互相拮抗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思考是乐观、祥和、感激、快乐时，人脑中的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会产生作用，而另一套负向思考的神经系统则不但不会产生作用，还被抑制住。相反的，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仇恨、悲伤、沮丧、恐惧、妒忌时，负向思考的神经系统会被激发而产生作用，但是在此同时，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却被完全抑制住了。在科学上，早已发现神经系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神经细胞在活动时是利用电传导，并且喜欢走快捷方式，所以被活化次数多的神经细胞会比活化次数少的更容易被启动。说白了，就是愈用愈发达，不用则退化的现象。神经在传导讯息时，神经细胞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讯息传递是利用神经传导物质。些神经传导物质除了可以活化下一个神经细胞外，还会透过血液循环系统影响着全身的细胞。然而，正向思考与负向思考的神经系统，除了神经细胞本身就有差异之外，连它们所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都是不一样的。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经过实验证明，具有刺激细胞生长发育的功能。因此，一个乐观的人，因为常常使用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以经常分泌让细胞健康的神经化学物质。也难怪科学研究会发现，乐观的人比较不容易生病。提到这儿，您是否很好奇，想必也推论得出来，负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分泌的神经化学物质，对身体内的细胞会有伤害作用。最近的医学及科学上还发现到，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是相关联的，甚至有科学家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神经细胞与免疫球细胞相接触的现象。所以，不难想象，当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分泌出能让细胞生长健康的神经化学物质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细胞也会变得比较活跃，能再分化出更多健康的免疫细胞，对于外来的细菌或病毒当然也就比较有抵抗力，人也就比较不容易生病。甚至我们这时常听到的，一个癌症病人如果比较乐观，通常癌症都比较容易痊愈，但是一个悲观的人就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因为他的身体中的免疫系统被负向思考的神经系统影响下，很多免疫细胞早已死亡而不再具有保护作用了。所以，一个愈乐观的人，因为看待周遭的事情总是以正面的态度，时常心存感激，对于不公或不平的事件，也都不放在心上，或是认为上天会帮助等等。可想而知，他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被活化的几率就比较高，而负面思考的神经系统却会因为不常使用而退化了。相反的，如果一个人都只看事情坏的一面，对待事物都是以挑剔、批判的态度面对，或是经常对环境感到怀疑、恐惧，那么他的负向思考的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发达。同时，时间久了之后，要想启动他的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就相对的变得比较困难了。